小光宝，甜不甜？以后叫你顾念生，好不好？萍姐姐，我们会被他们杀死吗？我听到枪声，他们每天都在杀人，我好害怕。大家都不要慌，不要怕，我已经和打入敌人内部的磐石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一定会来营救我们的。我们活下来又能怎么样？我们的工作是破译敌人的电台密码，我们失败了，我们不可能成功的。我已经快要成功了，只要按照这个方式计算，就一定能够破译。萍姐姐是最厉害的数学家，她说能够破解敌人密码，就一定能够破解。我们一定能活着离开这里，我们会胜利的。快带大家离开这儿！我已经布置好了炸药，被他们发现了。你先走，我要回去引爆炸药。你伤得太重了，带他们先走，照顾好他。你们两个听石哥哥的，不要回头。赵平，赵平，赵平，我得救了吗？北京时间2025年10月15号，神舟21号载人航天飞船圆满发射升空。2025年，这是80年之后。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的父母，自幼被遗弃在乡下，前段时间才被他们接回来，而林梦如是他们的养女。林兆平，都回家这么久了，还这样没礼貌，看见我们都不会叫爸妈吗？毕竟在农村长大，要我说，这大学也不用上，给他安排那个婚事，还是尽快落实的好。姐姐，那赵家的少爷虽然年纪大点，脑子也不太好，但家里有的是钱呢，和咱们林家是门当户对。我不会嫁给一个我从未见过，更何况我已经有未婚夫了。你有未婚夫？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本市华坪大学的创建者顾宇生先生今日宣布，将在此捐赠10亿用于慈善事业。小光宝是小光宝，在这个时代他还活着。我做这些都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赵平，她才是真正的伟大，真正的无私的人。这就是我的妈妈最后留给我。怎么了？这块糖，没错，小光宝真的是小光宝。那王叔他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我要去找他们。你好，小姐，尝尝我们的新款奶茶吧。天啊，这就是新华夏，我见到新华夏了，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同志们，这盛世你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新时代的校园吗？真好。顾老的妈妈这么厉害，
居然还是一位数学家啊！不然你以为咱们学校为什么叫怀平大学？那就是顾老先生为了怀念母亲创立的。没想到怀平大学竟然是为了纪念我创办的。纪念你？你这是喝了多少啊？那个女人不是他的妈妈，小光宝的妈妈另有其人。林昭平，你说谁？谁是小光宝？画里的这个小孩，她就是小光宝。这个女人也不是他的母亲。在他出生1个月的时候，他的亲生母亲就被别人杀害了。林昭平，你这哪儿听来的野史？光宝，光着屁股的宝宝吗？你竟敢侮辱顾老先生，这话要是传到校霸耳朵里，你死定！这算什么侮辱？顾念生就是小光宝，小光宝就是顾念生。做人不能忘本。你说谁是小光宝？校霸来了。校霸就是顾老先生的孙子顾超凡。你刚才说顾老先生的话，肯定被他听见了。林昭平，看你怎么收场。刚才是谁在说顾老先生坏话？站出来！姐姐，刚刚你不是说这画上的婴儿叫小光宝吗？还有阿平也不是他的妈妈，难道是顾老先生在说谎了？他根本不是先烈的孩子。侮辱先烈？你信不信我可以让你现在就滚出怀平大学？现在我让你跪在这幅画前，为你刚刚的出言不逊道歉。傲慢自负，优越感极强，没经历过任何风浪，这就是小光宝的后人。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事实？你懂历史吗？这幅画就是为了纪念我爷爷的母亲。我们怀平大学的名字就是取自于我太奶奶的名字。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野史，敢在这里胡说八道，还给我爷爷取外号。跪下！我数到3，1。看来你爷爷把你保护得太好了，难道他没有告诉过你，他是出生在集中营的黑牢里吗？又在胡说什么？没有人愿意回忆这段历史，但事实上，你爷爷刚出生的时候，身上连一片布料都没有，他浑身光溜溜的，所以我们大家才叫他小光宝。小光宝。还有，你爷爷应该也没有告诉过你，他身上的第一件衣服，是我们集中营里几10个女人从他们身上撕下最柔软的布料，大家一针一线，彻夜不眠为他缝制出来的。所以小光宝这个名字不是外行，更不是屈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收到的第一份祝福，也是几10个必死的囚徒在黑暗中为他点燃的唯一的光。就问问你爷爷就知道了。同学们，这是怀平大学的镇校之宝啊！当年阿平女士就是用这个破译了大量的敌军密电。她不仅善于破译，而且也是加密高手。当年她留下的密电公式，直到现在无人能破解。过去这么久了，这套公式早就该被淘汰了，怎么还没有人能破译？你不懂，不能乱说。阿平密电公式是十分复杂精密的，全世界能看懂这套加密方式的人屈指可数。而且现在已经有无数的专业人士达成了共识，这是最完美、最先进的密电公式。不是，当初设计它的时候没有时间进行完善，至少存在2种方式可以破解。林昭平，牛也不是这么吹的吧？对啊，我看他是疯了吧？乡下来的野丫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全世界都公认的完美加密，他知道2种破解方式。听说前阵子从楼梯上摔下去了，肯定是脑子摔坏了。反正这套公式也要被淘汰，我现在就可以把破解方式告诉你们。同学，你是认真的？当然，而且就用这个电台，我会给你们演示一次。看清楚了，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密电公式。
这东西都老成这样了，怎么还能工作？他不会真懂吧？谁知道是真是假？这的确是阿平密电公式的规律啊！同学，这是谁教你的？你刚才发送的什么内容？没有人教我，我只是在尝试呼叫一个老朋友。组长，有情况。这是朱局，紧急情报！我们刚刚截获了一条幽灵信号，呼号浮萍正在不断的呼叫磐石。浮萍？怎么可能？浮萍在80年前就已经牺牲了。那磐石是谁？磐石是创立我们整个情报系统的老局长石望舒。快，马上备车去老局长家，最高级别通行。是。是吧？我是念生啊，我是小光宝啊。顾老先生，我有事情向老局长汇报。他都已经这样了，你们还想怎么样？让一位为国家操劳了一生的英雄安安静静的走，行不行？顾老先生，但这是老局长昏迷前特意交代我的事情。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赵平，我记得他离开是赵平，他还活着。也许，哎，我还不说我打不过。王叔已经不在了。江少，你总算来了。你是不知道，今天这个村姑有多嚣张。江浩，我举报林昭平侮辱先烈，建议给他记过处分。国有国法，校有校规。林昭平，我可是怀平大学学生会主席，见了我连规矩都不懂吗？江大海是你什么人？你听好了，江大海是我的太爷爷。还以为他已经断子绝孙了，没想到畜生的后代也活了下来。你说谁是畜生？林昭平，江家可是南岭4大家族之一，你最好给我放尊重点。江先生可是鼎鼎有名的大商人，更是大慈善家。4大家族，慈善家，著名商人。江大海，他可是南岭市集中营的头号刽子手，他杀害了无数的进步人士，他手上沾满了鲜血，他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也配？你混蛋！你敢侮辱我太爷爷？我太爷爷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我们江家不是你这种人能够惹得起的。没能亲手杀了你太爷爷，是我一生的遗憾。他怎么这么厉害？江家不是你这种人能够得罪得起的。我有100种方式，让你生不如死。你们怀疑林昭平同学有可能是境外间谍？千真万确，校长，我们亲眼所见，林昭平用物理实验室的那台文物电台发送了密电，还栽赃陷害江浩的爷爷，屠杀进步人士。校长，
这件事必须要严肃处理。虽然林昭平是我的姐姐，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决定大义灭亲。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彻查到底，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害群之马。林昭平，你怎么会使用那么高级的密码公式？因为那套密电是我设计的。啊？你也不听听自己在说什么？你设计的密电，你以为你是我太奶奶啊？承认了，你就是境外组织的间谍。你说我是间谍？嗯。林昭平，你敢打我？因为你该打。这样，林昭平，这可是顾念生顾老的孙子。林昭平打了顾念生的孙子，我看你怎么收场。今天上午的电报是谁发的？就是他发的。爷爷，他打我！小光宝，你是？你长大，也老了，让妈妈好好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妈妈，一个渐渐变大了，你是？另一个变小了。岁月让我们在中间相逢 Goodbye, my 让妈妈好好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也许你离开这里，小光宝，回家的路怎么变成现在这么老了？这位同学，请你自重。林同学，这可是顾念生先生啊，你要放尊重一点。爷爷，就是他，林昭平。他刚刚不仅侮辱太奶奶，还一直说您是什么集中营出身的，说出生的时候一直光着屁股，还叫您小光宝呢。他真是这么说的？你就是林昭平？电报是你发的？是我。那，请问是谁教你这么精细复杂的联系方式？没有人教我，这种东西我上中学就会。林昭平不会真干了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保密局的领导都来了，真是说不准。昭平同学，你要好好配合部门领导的检查，不要试图有所隐瞒。我说的全都是实话，信不信在你们。我现在只想确定一件事情：石望舒还活着吗？你到底是什么人？打听我父亲的消息，你有什么企图？依我看，他不是间谍，就是想当网红蹭流量，反正没什么好线。喂，什么？18病危？望舒，是你，同学，你干什么？我赶时间，你再这样，我对你不客气。闭嘴！去，往里。开车。顾老，开车。快拦住他！这是什么人？快追上他！我担心他对18不利。快！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你好，抢救期间不得打扰病人。
我的爱已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沉默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莫叔，我来了，你醒醒啊！林同学，请你离开，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我不能再让你胡闹下去了。顾老，莫叔，你能听到我说话吗？石老情况稳定下来了，这真是奇迹。你到底使用了什么？为什么18的反应这么大？难道你用的是阿平公式？当然。看样子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了。行。林昭平，我再问你一次，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会使用阿平逆电公式？我说了，我就是阿平。证据，我们要的是证据，请你配合我们。南岭市保密局，你们的前身是南岭市地下交通站，第一任站长代号蜂鸟，原名周峰。你怎么知道周峰就是蜂鸟的？咱们局历史上真的有这个人吗？当然有，周峰就是我爷爷，组织上也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又是怎么知道的？1945年之前的事我全知道，因为周峰是我的学生，第二任交通站站长，代号磐石，也就是石望书。任昭平，请你严肃，你说的都是历史，它无法证明你是怎么知道阿平公式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没事，既然你不说实话，也就别想离开这里。我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陪你耗着。在量子加密技术的军事化应用上，米国已取得领先性地位。而当前我国军事专家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创新算法的工作。又是米国，处处被他们主导，真是太憋气了。要是米国优先掌握了这套加密算法，那其他国家的加密系统就形同虚设了。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导弹轰炸我们自己的领土。请给我纸和笔。你要纸笔做什么？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就可以了，我们可以负责记录。你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记录这个的水平。你什么意思？我怎么……给他。他这写的好像是数学公式，哪有这么长的数学公式？这好像是周局，快过来看看，这怎么和钱院长他们正在研究的那个量子密码领域的世界性难题的公式很像啊？可比他们写的还要长。请把这个交给上级领导，他可以证明我的身份。这就是咱们算了这么久的结果，简直就是一堆废纸。哎，美国也形成了技术垄断，国际标准都是他们制定的。我们的国家要想突破创新，难呐，
人家米国在这个领域至少领先世界30年以上，和他们有巨大的差距，也在情理之中啊。可是，再无法突破量子密码领域的研究，那我们的导弹可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了。钱院长，这是保密局的周卫民送过来的，希望您帮忙看一眼。这个时候我哪有时间干这些？周卫民这小子就会给我添乱。啊！不可能啊！老钱，怎么了？这是量子加密的底层公式，与美国人的思路完全不同。这个思路更完美，是天才的构想。这到底是谁设计的？为什么只写粗略的过程？周卫民啊，这纸上的公式到底是谁写的？钱老，我就想向您证明一下，写这个公式的人会不会是间谍？你见过哪个间谍会上交这种世界级的国防机密？这也太夸张了吧！他有没有可能说谎啊？周卫民啊，我拿我的名誉担保，写出这个公式的人是国宝，国防的希望。他说的话你听着就行了。是。可是什么？你给我听好了，给我保护好他，少一根头发，你就是国家的罪人。那么，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林昭平同学，不，同志，虽然我无法理解，但是你提供的证据得到了上级的认可。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稍等。这是石老的笔记，他把所有对阿平同志的话都写在笔记里。我觉得这个笔记交给你保管最为合适。这是时光叔写给我的。1949年10月1日，天气晴。阿平，今天是国家正式成立的日子，我受邀参加了阅兵。如果你在就好了，你就能和我一起见证这个伟大的一天。1985年9月3日，天气晴。阿平，你还好吗？一晃40年过去了，小光宝长大了，他也有了儿子女儿。阿平，你要是活着，一定会很高兴的。2024年12月25日，天气雪。阿平，自从顾家有钱了之后，那些子孙一个个的都那么的不争气，他们相信西方那套，他们蔑视信仰。有时候我在想，我们这代人的努力或许是失败了，可惜我已经生命不多了，无力再管他们了。2025年7月1日，天气晴。阿平，你为什么这么冲动？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和愧疚之中，饱含终身。我说，这些年你辛苦了，你放心，以后顾家的子孙我亲自来管。老先生目前各项生命体征平稳下来了，但想要醒过来还需要一些时间。哎，老周，你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是我让他带我来的。麻烦给我一张顾家的通行证，以后我会经常到这儿来看望望叔。好，我马上给你办个通行证。哎，老周，走吧。这个老周，
什么时候这么听一个毛头瓜头的话？赵家竟然退婚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爸，你还不知道啊？姐姐在学校可闯了大祸了。祸？她能闯？林昭平公然侮辱顾念深老先生，还打了顾家的少爷，这算不算闯祸？怪不得赵家急着和我们撇清关系。那顾氏集团不仅财力雄厚，背景也是深不可测，我们哪得罪得起呀？林昭平，他诚心要害我们。等他回来，我一定饶不了他。他应该是回不来了。他去哪儿了？说起来，林昭平也是胆大包天，他借用学校的老电台给境外势力通风报信，然后就被神秘部门当间谍抓走了。林昭平是间谍？抓得好，这种女儿留着以后也是祸害。说得对，有国家帮忙管教，那顾家也有的话说。林先生，昭平同学是我们重点的保护对象，请你以后照顾好他。我先走了。林兆平，你给我站住！今天的事情你必须解释清楚。你这样对待你父亲，你就是不孝。好，我问你，是不是得罪了顾家？姐姐你就承认吧，辱骂顾念深，殴打顾超凡，还有什么你不敢做的事情吗？是，又如何呢？承认了就好。你今天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刚刚那个又是什么人？你要是不说，以后就别进这个家门。今天的事情你们没有资格知道，不过我倒是有一件事情可以告诉你，我是去见我的未婚夫了。赵家都退婚了，你哪儿来的未婚夫？那个野男人到底是谁？闭嘴！我的未婚夫不是野男人，他有名有姓，他叫石望舒。他叫史望舒。他一定是疯了！我没有这个女儿，都怪你，非把她给接回。闭嘴！我的未婚夫不是野男人，他有名有姓，他叫石望舒。石望舒可是顾念深先生的父亲，现在得100多岁了吧？林昭平的口味也太重了吧，连老人家都不放过。就是，都给我闭嘴！顾少，您息怒啊！我姐姐她疯了，家里上下都管不了她。要是您能送她去精神病院治一治，我们林家感激不尽。林昭平，你给我解释一下，那明是怎么回事？石望说是我的未婚夫，有什么问题吗？你找死！啊！你干嘛？不好意思，是你太爷爷嘱咐我，让我好好教育你的。以后你要是再不听话，我见你一次打一次。林昭平，我们顾家是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前途没了，你给我等着！好，我等着。你最好能想出点高明的手段对付我，不然多没意思。同学们，上周的高数成绩出来了啊！今天老师有事，这节课先安排自习。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大家可以相互讲解。江浩90分，林梦如82分，陈晨80分，顾超凡41分。
41分，这就是顾家的后人，难怪望舒会在信中这么悲观。最后一名，林昭平，20分。20分？选择题全选 C 都能得30分吧？不是，是35分，我就全选的3。某些人啊，就考这么几分也敢多管闲事，真是丢人现眼啊！嘿，这节课老师又不在，来，接着打牌。哎，赵平，你又要干嘛？上课时间无组织、无纪律、目无法纪。国家给了你们这么好的教育资源，你们就用来上课打牌？哼，林昭平，你管得着吗？这学校是我们顾家的，我爷爷、我太爷爷开的，这是我们顾家的私立大学。没有国家的安稳，哪有你们不愁吃喝的顾家？石望舒是1等1的英雄，你知道有多少像他那样的人牺牲了，才有你的今天？就凭你，也配叫他太爷爷？老大，别跟他废话。就是，老师又不在，题目这么难，谁会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林昭平，你不出风头会死啊！数学考20分，你有资格说话吗？是啊，我考41分，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听过讲。你天天那么认真的听课，你怎么才考20分呢？分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要做什么事情。你现在是个学生，不是地痞流氓。林昭平，你别只会讲大道理，有本事上去给我们讲2道题，让我们见识见识什么是不浪费国家资源，什么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呀。让他上去讲，那还不如找头猪上去讲。行，今天王老师不在，我就给你们上一课。你还敢教我？你这个考20分的学渣，还敢教我这个考41分的？你能行吗？这道题其实一共有3种解法，这是第1种，这也是最常规的基础解法，但是呢，缺点就是步骤太多了。这是第2种解法，利用的是几何图形来解，它的优点就是直观易懂，可以跳过那些复杂的代数计算，帮你从图形本质来理解问题。哎，你看懂了吗？林昭平真的只考了20分吗？这也太牛了吧！不是有3种解题方式吗？怎么才2种啊？至于第3种，是我刚想出来的，还没有被收录到教材里面。他写的对不对啊？不知道啊，我也听不懂啊。你现在理解了吗，顾超凡？不是吧？他在试图教会我。不过我好像真的听懂了。不可能啊，肯定是偷看答案了。
太好了，校长，好消息，咱们学校出了一个天才，一个百年难遇的数学天才。你说的会是江浩吧？我听说他这次考试得了全数学系第1。江浩只能算是个成绩好的普通学生。不是江浩，那又能是谁呢？走，我带你去看。你就是神经紧张。要真有百年不遇的数学天才出现，不早就被发现了？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再看看他呗。还有谁不服？尽管提问。那不是林昭平吗？哎呀，上次我差点开除他，要是他转到别的学校怎么办？校长，林昭平同学要是转学，我保证会带着全体同事辞职的。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你看懂了吗？哎，林同学，林昭平同学，请等一下。校长，有事吗？那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数学是跟哪位老师学的？自学。啊，果然是天才。林同学，关于那天那个事，我想跟你道歉。不用道歉的，我还有事，先走了。不是，哇，我明白了，不知道爸爸怎么想的，放着保姆不用，我们在国外待得好好的，回来亲自给他端屎端尿，伺候这个老东西。哎呀，行了，小点声吧。你爸不是说了吗？谁能让这个老不死的醒来，家产就分他一半。他又不是我亲爷爷，我们顾家为什么要给他养老到这个份上啊？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能分钱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我不管啊，最多3天。他要是还不醒，我宁愿1分钱都不要，我也要回米国。哎，行。阿米，你想不想让他醒过来？我倒有一个办法。这能行吗？哎呀，你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虐待老人？我们哪儿虐待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虐待老人了？我们只不过是用钢针来刺激他的穴位，让他尽快的清醒。对，刺激穴位，我们是在救人。救人？哎，你是谁啊？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对呀，你是谁呀？这里是顾家，别多管闲事儿啊！滚！滚什么滚？你们还问我是谁？我倒想问问你们，知不知道他是谁 ？Of course， 他是我的石爷爷，从小看着我长大的。王叔看着你长大，你就这样对待他，怪不得他对顾家的子孙伤透了心。你们2个滚出去，再也不准踏入这间屋子半步。阿敏，她会不会是你爸的私生女，来分家产呢？我看像。该滚出去的人是你，一个私生女还想分我们顾家的财产。你说我是你爹的私生女？不然呢？知道唤醒我们石爷爷就能得到我们顾家1半的财产。你一个私生女就不要做美梦了你。我是你奶奶。臭丫头，你居然敢骂我！老公，咱俩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疯女人赶出去！王叔，刚才吵到你了吧？现在好了，安静了。
这几天我见到小光宝那几个孩子了，终于明白了你说的不成器是什么样子的。这些年啊，你辛苦了。我看到了你日记里说的那个盛世，咱们的国家真的强大了。这些年的苦与累都是值得的。可是汪叔，我好想和你一起看啊！汪叔，我好不容易才回来，你醒来看一看，阿平回来了，你的阿平回来看你了。汪叔，你在这里干什么？阿平，你来了，你终于来了，我等了你很久很久。汪叔，你不该在这里，快回去吧。朋友，天黑了。能借我一个手电筒吗？下一句暗语是什么？我没有手电筒，只有一点星火。朋友，那你可愿与我同行？我愿意。快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朋友，天黑了，能借我一个手电筒吗？王叔，王叔，王叔，有反应了，有反应了！不能便宜了这丫头。你起开！石爷爷，石爷爷，你醒醒，醒醒啊！你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嘿，我看我爷爷有什么问题啊？你怎么回事？爸，这个女人太危险了，她刚刚想加害石爷爷，幸好我和敏敏及时发现，阻止了她。对，爸爸，就是她，她想害石爷爷。爸爸，你看，她还想用这枚钢针扎石爷爷。不是我，是他们两个要伤害望叔。胡说！刚才明明只有你自己在这个房间。林同学，我看在你熟知历史的份上，才允许你来看望我的父亲。没想到你竟然背着我图谋不轨。小光宝，你真的觉得我会伤害望叔吗？你别叫我小光宝，只有我石爸跟平妈才配叫。现在，请你离开顾家。小光宝，你老了，也糊涂了。阿平，阿平，醒了，爸爸，石爷爷醒了，石爷爷被我唤醒了。石爸，石爸，你终于醒了。爷爷，爷爷，我是阿敏，我在这守了您一天一夜，终于把您唤醒了。阿敏，刚才一直和我说话的人就是你。是我。还有我，石爷爷，小军，阿敏她老公。可我刚刚明明听到了阿平的声音，还说要手电筒啊。石爷爷，
肯定听错了，什么手电筒呀？是啊，是吧？没有手电筒，您是不是做梦了？是啊，是啊。你们不懂，你们不懂，这是阿平回来了。顾先生，石老说的阿平会不会是刚刚那位小姑娘啊？快把林同学叫回来！好，好，好。林小姐，石老醒了，还请您。林小姐，你慢点儿，可别摔着了。爸，你别着急，人马上就到了啊！阿平，阿平，阿平，是我的阿平。王叔，这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相像的人？王叔，你不是阿平，阿平在集中营已经壮烈牺牲了。朋友，天黑了，能借我一个手电筒吗？没有手电筒，只有一点星火。朋友，你可愿与我同行？愿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阿平，阿平，真的是你。是我回来了。阿平，我不是在做梦吧？是真的，这不是梦。我只记得3天前，我们还在集中营里执行营救任务，爆炸之后，我就来到了这个时代。幸好也还活着。3天对我来说是80年前的事了。赵平，赵平，为什么当初赴死的人是你，不是我？是我太自私，我现在才知道，活着的人才是最痛苦的人。阿平，我们的结婚申请促查80年前就批复通过了。我还请同志们一起喝了酒，只是你不在。王叔，爸爸，你们是不是都疯了？他怎么可能是阿平奶奶呢？爸，清醒一点，劝劝石爷爷，别让他陷得太深。我这是怎么了？她不是阿平妈妈，可她怎么可能骗过石爸？哎呀，爸，石爷爷，你们能不能不要犯糊涂了？阿平奶奶早在几十年前就牺牲在集中营了，怎么可能活到今天呢？他肯定是调查过阿平奶奶的履历，想通过扮演阿平奶奶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啊，爸，小敏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您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太想念平妈妈，老糊涂了呀？你住口！她既是我的战友，也是我的妻子，我们在一起出生入死，经历多少磨难，我怎么会认错？
你怎么还是和以前一样，动不动就生气？你别管我，我要好好教训这个不孝子。是吧？您别气坏了身子。韩石同志，你都100多岁的人了，能不能别动不动就生气？你要是气死了，我和谁结婚去啊？你说的对，我不生气，我得留着这把老骨头跟你结婚呢。这就对了。但是，顾念深、顾明，你们今天要是还认我这个爷爷，这个父亲，她就是我的妻子，是你的母亲，你的奶奶。爸，我这都半截入土的人了，你让我喊他妈妈，这不可理喻，不可理喻！谁爱陪你们过家家谁过吧，我不伺候了。你还愣着干嘛？当年在集中营，就是他救了你的命，到处为你讨奶喝，你才活了下来。今天让你叫一声妈，难道就不愿意吗？啊！爸，您别动气，我叫还不行吗？妈，小光宝，没关系，我知道你肯定第一时间很难接受，毕竟我离开你的时候你才几个月大，怎么可能记得住我呢？说起来，第一个说要收养你的人是我，第一个抛弃你的人也是我。我作为母亲很失职，不过幸好汪叔把你健康的抚养长大了，你不用再受战火的肆虐，我们小光宝也变成了一个有出息的人。哎，这事儿也不能怪你。是吧？我不是不愿意相信，只是……对了，你有随身携带的笔记吗？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只有我没有。啊！我就拿着阿平妈妈的信，我一遍一遍的看，她的字迹，我一眼就能认得出来。这字迹真是阿平妈妈的字。小光宝，如果你还不能相信，我记得你屁股上有一个红色的胎记。小光宝，其实你认不认都没有关系。妈，我有妈妈了，我活了一辈子，终于有妈妈了，我有妈妈了。爷爷，嘘，你小点声。爷爷，我听说池他爷爷的病好了。你别去打扰他老人家了，他的病刚好，需要静养。爷爷，我跟你说个事儿。数学考41分，这事儿跟你爸妈说去，我可没时间管。哎，爷爷，41分那都是过去式了。我发现我其实特别有数学天赋，我决定以后当个数学家。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呀，不怎么样。你从小到大就没有正经的做成过一件事。这次可不一样，这次可是爱情的力量。哦，
是哪家的姑娘有这么大的本事，能让你爱上学数学啊？又哭又撒，还不畏权贵，连我都敢打啊！她简直是我的女神！你怎么在这儿？哦，我知道了，林昭平，你之前做了那么多，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吧？你早就被我迷人的外表给迷住了吧？连我家都被你找到了。林同学，我给你一次追求我的机会，我考虑一下，让你做我的第3任正宫女友。即使在80年前，你也没有机会了。你个混账东西，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你这……妈，你喝口茶，消消气儿啊，别跟这混账一般见识。啊！爷爷，您不是在逗我吧？他可是林昭平啊，是我的同学，你怎么能管他叫妈呢？哎呀，混账！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开过玩笑？我顾念深啊，还没糊涂。再说，石爸也不会认错自己的妻子和战友，她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太奶。快孙儿，我早就说过了吧，我是你太奶奶。姑姑，您说句话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凡凡，没错，她就是你的 grandmother， 是石爷爷亲口承认的，你爷爷也认了这个母亲，咱们顾家以后啊，可算是找到根儿了。您妈，您吃点水果。我不吃。这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阿平同志，革命烈士，1945年牺牲在了南岭市集中营，那幅画像现在还挂在淮北大学的走廊里。林少平，你想玩大变活人，也得玩个靠谱点的吧？光宝啊，你准备一下，我们一家3口啊吃一个团圆饭。好。小凡呢？快叫你太奶奶。太奶奶。嘿，乖孙儿。这孩子怎么心理素质这么差？他居然成为了我的太奶奶。今天我正式宣布，顾家大小所有事务，以后我母亲林昭平女士的话就是命令，谁都不许违背，包括我自己。爸，她都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不是亲生的怎么了？当初要不是阿平妈妈冒死救我，就没有我顾念深，也就没有所谓的南岭市首富，也就没有你们。顾家的一切都是阿平妈妈给的，做人不能忘本。OK， 好，现在石爷爷醒了，家里也交给阿平奶奶打理了，也就没有什么事儿了。那我下午就回米国。这刚回来几天，怎么又要走啊？那我留在这还有什么意义吗？我已经申请加入了米国国籍，这次肯定能通过。加入米国？谁准许你这样做？你花那么多钱送我出去，不就是为了让我留在那儿吗？我可没有这个意思。我倒是有点好奇，米国到底有什么地方那么吸引你？没出过国的人肯定是无法理解的呀。米国的发达程度远超你的想象，我们这里就算再发展100年，也不可能赶上米国的。你只有去了，才会知道什么叫做自由民主，你才会知道国外的月亮有多圆，空气有多甜。
小光宝，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妈，都是我的错。这些年我忙于生意，我想着让她出国学习，回来建设祖国，可是没想到她变成了这样。我保证一定要让她改过自新。你知不知道，顾家再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妈，是我的错，我的错。来，您吃个虾，消消气。我不反对念神送你出国留学，西方是有好东西，好东西你可以学，但是你不能忘了自己是谁，不能忘了自己的根在哪儿。可我说的都是事实啊，那我见过好的了，那还能怎么再忍受差的嘛？那米国就是比国内好，天好地好，哪儿都好，去了你就知道了。是，我是没出过国，但是你不要忘了，我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当年那些西方国家借着自己的坚船利炮后开我们国门的时候，什么时候把我们当人了？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是和平年代，人家现在很开明的。顾家怎么会有你这么愚蠢的后人？你以为你在米国的尊严是谁给你的？你觉得他们凭什么接受你？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I don't care。我们走。陪我把他零花钱停了，我倒要看看，凭他自己怎么在国外生活下去。阿明，你给他道歉呢，说他真的把零花钱停了，我们在美国就喝西北风了。停就停，怕什么？我们就是在米国街头要饭，也比在这里自由得多。你住手！住手！顾敏变成现在这样子，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凭什么动怒？还有你，花着家里的钱，嘴里说什么自由和民主，一旦没了家里的支持，只会说什么去米国要饭，这就是你从哪学来的东西。你管得着吗？我在米国学的东西，你在这一辈子也学不到。我承认，米国的确是有很多好的东西，可是你一点儿都没学到。我看你啊，就不要回去了，以后就留在这里，把这里先搞明白再说。我同意。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还没顾超凡的成绩好呢，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姑姑，你可能没问清楚他。你闭嘴吧。闭嘴就闭嘴，有你打脸的时候。顾老，张校董有事找您。顾老，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咱们学校出了一个百年难遇的数学天才。校董好。他怎么在这儿？还坐在这个主位上？哎，林同学，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啊，我来做客。石老，小梦，不用管我，你们说你们的，我喝汤。这是做客还是做主啊？老张，你匆匆忙忙跑过来说学校出了个天才，这到底是谁啊？啊，就是林昭平同学。啊？林昭平，天才？Are you kidding me？ 林昭平同学，我恳请你代表咱们学校参加国际数学竞赛。国际数学竞赛，就是那个啊？不是校董，你搞错了吧？我都调查清楚了，他的数学只有21分。是啊，张叔叔，哎，是不是搞错了？他能有资格参加比赛？我拒绝。啊？为什么？这可是为国争光的大事儿啊！你也能就此成为数学界万众瞩目的焦点呢。我有不能参赛的理由，不过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啊？谁呀？那个人就是顾超凡。他啊！太奶奶，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林同学，我们还可以再商量一下。你是不是还为之前孟校长开除你的事生气啊？我是认真的，顾超凡有着非常不错的数学天赋，只是你们一直忽略了。哎，
真不是我看不起我侄子啊，我们家超凡他有数学天赋。哎呦，我看还是算了吧，张叔叔。哎，这个事儿你也不用费心了，反正到最后参赛谁去都一样，还不都是输给外国人？顾敏，你凭什么认为顾超凡一定会输？那还要说吗？我们国家已经几十年没有人拿过这个大奖了，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再说了，人家西方啊就是比我们强，我们得服气。到时候咱们有了困难，人家才会帮我们呀。所以你的意思是，将来为了能讨一口骨头吃，现在就要做西方人的狗？话怎么说的那么难听？狗？那就算做狗，也比饿死强吧？好，那我倒要看看你的西方主人能不能给你骨头吃。顾超凡，从今天开始准备数学国际竞赛，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拿到大赛第1名。我能行吗？我说你行你就行。阿平啊，顾家这些孩子，让你费心了。小光宝也是我的孩子，让他的后人走上正路也是我的责任。我现在就和他去顾氏集团看一看，你就在家好好休养，等我回来。好，你也不要太勉强啊。我们终究不能要求他们这代人和我们一样，对不对？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顾家这艘大船偏离航向。妈，您请。林总，你作为顾氏集团分公司的负责人，需要为上个季度的亏损原因做出解释，否则你就去找人事处领离职报告吧。我知道了，林昭平，你拒绝赵家相亲，害我合作失败，都是你惹的。董事长好。董事长好。哎，那个女孩是谁啊？董事长怎么会对她那么恭敬？不会是顾董的情人吧？不是吧，顾董不会是这样的人。林昭平，臭不要脸的，怪不得这么多天不回家，还要和林家断绝关系，原来是傍上了董事长啊！顾念深，首富是吧？大慈善家是吧？公然包养大学生，你要是敢辞退我，我让你身败名裂！哼！你先进去，我去一下洗手间。好的，妈。是你，林昭平，现在见了我连亲爹都不叫了吗？你不配。你有什么事儿？也是，有了干爹，当然不会认我这个亲爹了。难怪你连赵家的婚事都看不上。你这话什么意思？林昭平，你还装什么装？以为当了顾念深的小情人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你在胡说什么？你说我要是把这些照片发出去，你还有顾念深会怎么样？我劝你最好别这么做。顾念深给了你多少钱？他都那么大岁数了，你还下得去手？闭上你的臭嘴！就你这种人，也配做父亲？你敢打我？我是父亲，你个不孝女！你给我站住！你个不孝女，看我不打死你！住手！混账东西！你敢打我妈妈？
小光宝，我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人。我知道了，妈妈。林总，这次我也帮不了你了。顾总亲自下命令，请你现在就去领离职报告。顾念生怎么会叫林昭平母亲？我要见顾念生，我要见林昭平，把他赶出去！你们，哼！各位，根据我的判断，房地产行业在未来10年会再度兴起，因此我提议，集团下一个季度的重点投资方向，再追加1000亿的资金到南岭未来城这个项目上。在座的各位都是集团的元老，大家举手表决，这个项目谁赞成，谁反对？我赞同。地产行业虽然暂时低迷，但它毕竟是支柱产业，未来会有巨大的盈利空间。我也赞同。顾总的眼光差不了，我们都赞同。我们都赞同。这就是顾家长子顾千里，眼中只有10年的利益，如此短视，如何才能做顾氏集团的决策人？很好，既然大家都赞同，那么我反对。啊？你是什么人？这是集团的高层会议，是谁让你进来的？是我。爸，您怎么来了？怎么，我还不能来了？您当然能来，这是您刚请的生活助理吧？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集团的高层会议，他竟然也能插嘴？混账东西！你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是。诸位，今天的会议内容全部作废。什么？公司的发展方向另作安排。散会。啊！这老爷子作废。千林，你跟我来。爸，集团未来10年的发展，凭什么你一句话就作废？就凭他老人家不同意。他算什么？你少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昨天出差没来得及回家，今天我就是特意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奶奶阿平女士。阿平？您说的是那个每年清明节您带我们去烈士陵园看望的那个阿平奶奶吗？啊，您不是病了吧？父亲这是怎么了？从未见过有人敢用这样的态度对他。你信不信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顾氏集团未来的战略必须要调整。来之前我做过深入的调研，这是我的规划。顾氏集团未来将主要投资这些领域。这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短期内无法产生任何效益的科技型创业公司，我不同意，这太冒险。一旦宣布这个发展方向，我们顾家的股票一定会大跌。我不是来征求你的同意，我是来通知你。你说什么？顾氏集团以通讯设备起家，像这样的企业更应该支持国家的科技发展，而不是在房地产业内卷。而且再过不久，我相信我能帮助祖国的后量子计算领域再上一个台阶。千林，一切都按照你奶奶的规划严格执行，听明白了没有？爸，我不管她是什么来历，就算她真的是阿平奶奶在世，也不能拿80年前的事情去解决现在的问题。你说的没错，我说的当然不会错。顾家以前虽然是做通讯设备起家，但能成为整个岭南市的龙头企业，是因为我15年前我立足转型发展房地产市场的结果。80年前的经验放到现在解决不了问题，那你15年前的经验就不过时了吗？顾氏集团能有今天的地位，就说明我是正确的。总之，这件事关系到集团上千亿的投资，我不能拿公司的明天开玩笑。好，那就祝你好运。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够，有些跟头还是要刷一次的好。秘书，通知几位集团元老，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是，我都要给那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奶奶看看，到底是谁不懂做生意。妈，
秦林这小子，他就这性子，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知道，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没有经历过失败，难免自负。只是顾氏集团这次要为他的自负买单。唉，妈，我相信您能力挽狂澜。这是顾氏核心资产的密钥，里面的资金您可以随意调动，做您想做的任何事情。还是我的小光宝懂事，但愿我的布局能弥补顾千林这次捅出的窟窿。停车。妈，前边还有一段路才到学校，您就让我尽尽孝心，送您到学校门口吧。小光宝，妈妈知道你是个有孝心的孩子，但我现在的身份是学生，不宜太过高调。那好吧，妈妈，您注意安全。晚上放学啊，我来接您。好。哎，他们，这是？哎，那不是校霸顾家少爷吗？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啊？不知道啊，顾少前几天被一个女生打了。林兆平来了，就是他，真勇啊，不怕死啊！林昭平，你怎么还敢来？你得罪了顾少爷，快跑啊，会出人命的！这是幻觉吧？顾少该不会是个抖 M 吧？难道他们在一起了？太奶，这两位都是您的粉丝，他们都想拜入您的门下。快，行礼。老祖，请收下我们。老祖，你教他们这么叫的吧？怎么着，我都是曾孙了，他们不得叫你老祖啊？水呢？没带水啊？废物！太奶，我现在就给你买啊！哎，你好，林兆平同学，我叫陈芬，我喜欢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小子，小子，你想干嘛？我喜欢林同学，我在向他表白，这是我的自由。你自由个毛线啊！你敢打他老人家的主意，我告诉你，他可是……难道她是你女朋友？我也希望她是我女朋友，只可惜命运弄人，她是我姑奶奶。姑奶奶？对，她是我姑奶奶。所以你想要追她，必须得先通过我这关。陈帆，对不起，我已经有丈夫了。什么？你已经有丈夫了？是的。太奶，只要你一句话，以后这种苍蝇我都给你打发了。顾超凡，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但是数学竞赛你必须去。别啊，太奶，我真对不起那人啊！以后我爷爷说说呗。你慢点，你慢点。顾超凡怎么突然变成林昭平的奴才了？顾超凡，听孟校长说是林昭平同学推荐的，我承认他确实是有点数学天赋，但他怎么推荐了这么一个垃圾呀？我看他就是想拍顾家马屁。顾超凡对他那样，他俩肯定干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顾超凡就是个蠢货富二代，从来没有听过课，这可是国际比赛，输了
丢的可不光是他自己的脸。这个赛事，米国人都蝉联冠军几十年了，就凭他一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我赌他连初试都过不了。范哥，你行不行？好，连你们也看不起我，都他妈给我等着！哎，消消气，消消气。奶奶，我真的不行。你知道一名成功的地下工作者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在绝境中寻找机会。学不会，那就死。唉，太好了，终于不用死了。奶奶，我真没知错，别杀我啊！懂了吗？你所惧怕的，也许只是纸老虎。我妈是怕刚刚我昏过去了。石老先生103岁高龄了，上次能够醒过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但奇迹不会一直发生，很有可能就在这几天睡梦中，就黯然离去了。大家还是要有个心理准备。王叔，最后的这段路，对不起，老局长，应钱院长的邀请，我必须要带走浮萍同志。周为民，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顾老，情况非常紧急。周局长，我知道你找我什么事，但可以推迟几天吗？可是你，这是组织的命令，一切都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等我回来。我们走。太奶奶，你走了，我的比赛怎么办？相信你自己。太奶奶，我不会给你丢脸的。不太对吧？他才多大呀？那个公式是他写的？我不太相信，那得是什么样的天才啊！魏民，你确定是他吗？我确定。时间紧迫，我们开始吧。林昭平同学，这项研究事关重大，我们必须小心谨慎。这里有一道题，只要你能在3个小时之内解出来，我们就同意你加入这项课题。林昭平同学，你不要误会，这是一道后量子密码核心理论与安全性分析的基础题目，每一个参与该课题的人都要解答这道题目。我们这里完成的最慢的人也只用了3个小时。不过，如果那道逆天公式是你设计的话，我想你应该用不了这么久。
用的这种方法，解题过程还可以这样简洁，连我都没想到。3分钟。对，全过程都对。关键是他才用了3分钟，3分钟。林兆平同学，后量子加密团队科研欢迎你的加入啊！林兆平同学，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抵御量子计算攻击的密码体系，也就是后量子密码的方案设计与验证。在这一领域，米国一直是世界领先地位。一旦被他们率先掌握了这项技术，当前的互联网加密技术就当形同虚设。有人说，第3次世界大战就是没有硝烟的信息战争，一点都不夸张。院长，既然美国有相对成熟的发展方向，我们应该按照他们的路线尝试推演，这样至少能追上他们的进度。也只好这样。各位，我们不能再继续研究下去，因为美国的研究路线有着根本性的错误。啊？你说什么？米国人在这个领域领先了我们至少半个世纪，你说他们错了？是，就是他们错了。之前我们太落后了，不是因为我们太差，而是因为我们无条件的相信美国，觉得他们是没有错的。这是我的方案。我认为可以一试。我也同意。米国人又怎么样？我们不比他们差。我也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我们都同意。既然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案，我现在就任命林兆平同学为此次科研组的组长。好。加油！没想到顾超凡这个学渣都能进决赛，切，早知道我也报名。听说顾超凡的数学是跟林昭平学的，这么点时间，他能学会什么呀？林昭平，听说他又被什么部门的人给抓走了。哎，你们说他是不是偷了试卷，帮顾超凡作弊了？你别说，还真有可能。林昭平消失这么久，说不定早就已经判刑了吧？都给我闭嘴！以后谁再让我听到你们说我在林昭平的坏话，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你所恐惧的，也许都是纸老虎。你们给我等着，这次竞赛第一，我拿定了。哼！哎，老师，这次竞赛的题目难不难？顾超凡有没有机会得名次？不可能的，别说顾超凡了，就是全华夏也不可能有人能答出来啊！是什么题目？林昭平，他不是被抓了吗？怎么又突然回来？这次的题目可是涉及了当前米国最顶尖的学术或量子密码的课题啊！还不如让顾超凡早点弃权，省得交白卷，丢我们华夏的脸。华夏在这个领域空白一片，这也不是顾超凡的错。谁说华夏在这个领域是空白一片？你们可以看看新闻。刚刚华夏科学院宣布，成功攻克后量子密码技术，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拥有此项技术专利的国家，突破了！这怎么可能？华夏还使用和米国完全不同的方式。就连米国和欧盟都向我们发来请求，希望我们能够公开技术，不过被中科院的前院长给果断拒绝了。好，凭什么他们只能卡我们的脖子，我们当然也要卡他们的脖子？哼！
考得怎么样？稳了。那就好。走，回家。啊！太奶奶，我拿到金奖了，我是第1名。我就说你能行。姑姑，我赢了。这怎么可能呢？这可是国际比赛，你怎么可能赢得了米国人呢？姑姑，我为什么不能赢米国人？事实上，你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也同样不了解米国。因为顾家给了你丰衣足食的生活，你从小就没有靠自己的双手赚过1分钱，以至于你根本就不相信人类的双手也是能创造出果实的。顾超凡，平时在学校压我一头，现在居然在学习上也压我一头。儿啊，想不想爸为你出口气？啊！国家重拳出击，整顿房地产市场，并再次重申：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仍是我国的重中之重。顾总，我们顾氏的股价已经跌到退市边缘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只能宣告破产。目前只有江氏集团愿意出资，只不过需要用我们家的所有产业作为抵押。爸，对不起，顾氏集团毁了，负债数千亿，不得不把所有的产业抵押给江氏。当初你要是听你阿平奶奶的话，也不至于捅出这么大的篓子。顾家的所有财产已经全部转给我们江家，真是风水轮流转呀！昨天的首富，今天就变成了首富，唉，真是可怜。江少，说好了，以后啊，这套房子就是我的了。区一个房子算得了什么？我要的可是整个顾家。江浩，你别太过分！叫你的父亲来跟我对话。哼，顾念生，你还以为你自己是南岭市首富吗？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父亲讲话啊？我限你1天之内给我从这儿滚出去！你们江家不要欺人太甚！那又怎么了？顾家已经倒了，谁来都帮不了你们。顾家倒了，你问过我吗？林昭平，你怎么会在这儿？今天谁来动你？我看你们已经被愚蠢给蒙蔽了。这就是新闻里研发设计后量子领域的数学家，就是他，钱教授。钱教授，林兆明同志，我代表中科院而来，和你商讨后量子领域的民企推广事宜。生意上的事儿就跟他说。顾先生，您看下合同。要是没有疑问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直接签约。合作？秦教授，您跟顾家，他们就要破产了，有什么资格跟您合作？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江家。是吗？顾氏集团要破产了？啊，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上面的公司几乎都是顾家投资的，完全符合国家长期战略规划扶持的科创企业。我们当然选择和顾氏集团合作。顾家这些年不是一直做的都是房地产生意吗？还不快滚！等着我让人请你们出去啊！去！
我们走，你们给我等着，走。这上面是我动用顾家的密钥资金，暗中投资了这些企业。今后呢，还会有更多更重要的合作，我决定全权交给你负责，希望你能把握好这次机会。平奶奶问你话呢，你到底能不能行啊？阿平奶奶，对不起，之前是我眼见短浅，冒犯了你，还请您原谅我，我一定会牢记您的教训。起来吧，你是个好孩子，知错能改就好。就是顾敏，亲爱的，我成功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米国人了。为什么我的申请就失败了？因为你是顾家人呐，只要你跟顾家一直有关系，就休想拿到美国国籍。不过，你想拿到，不是没有办法。我该怎么做？顾氏集团是中科院唯一的合作单位，这事儿你知道吗？啊！只要你从你奶奶那儿拿到后量子密码的核心算法，你就是美国大功臣。奶奶，这些天您为了顾氏集团都操碎了心，我都知道了。以前都是我不懂事，我才顶撞您。喝杯牛奶吧。好，没事，奶奶不伤心。顾家的呀，都是好孩子。哎呀，奶奶，这就是您研究的那个后量子密码核心算法？哎呀，我真是一点也看不懂。没事儿，一会儿奶奶回来给你讲解讲解。现在呢，要出去打个电话，你坐。好，哎。喂，钱院长，是我林昭平。算法优化工作是时候开始了。阿君，这就是你要的那个算法。亲爱的，你就是大功臣。有了它，任何的加密形式形同虚设。可是，它可以一瞬间摧毁任何一个国家的网络。阿君，我现在算不算叛国了呀？当然不是了，这又不是国家的东西，这是你奶奶的东西啊。可是我这心里就是特别不安，我心里特别慌。刘塔，你可是顾氏集团的大功臣，米国那边一直很看好顾氏企业，等达成了合作，你就彻底带领顾家踏入了国际市场。到时候，你再顺势提出申请，带领全家移民，享受那边新鲜的空气、更好的医疗。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心愿吗？奶奶，你明知小米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放任他偷走算法？你忘了，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够。原来奶奶早有准备。因林女士前期的布局，顾氏股票起死回生，再次大涨。但近日有小道消息称，米国拿到了后量子加密技术的核心密码。
再次对我们公司股票造成不利影响。集团经受了房地产泡沫，现在容不得出一点差错。顾总，恰好我昨天收到了一份米国的合作邀请，如果米国资本加持，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躲过危机。不用理会这份邀请，回绝就行。阿林说的没错，我们顾氏集团宁愿永远走不出南岭市，也要做一个血脉纯正的民族企业，绝不接受米国资本。爸，话说的太满了吧？妹夫，你们俩怎么来了？爸，这次我不是以顾家的女婿的身份来的，而是代表米国的星链资本来跟顾家谈合作的。而与其说合作，不如说是给顾家一次机会。你有话直说。大哥，星链资本希望顾家成为踏入华夏通讯市场的跳板。这个合作一旦达成，到时候顾家就可以得到万亿资金，而且可以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混账东西！你的意思是让我们顾氏集团成为卖国贼？告诉他，爸爸，哥哥，我们俩也是为了顾家好，要不你们就答应了吧？啊，到时候你们跟我们一起去米国，一起去感受那边的生活，好不好？事到如今，和米国人合作，或许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啊。是啊，爸爸，米国人很好说话的，他们不会欺负我们的，而且他们已经拿到了那个什么密码，咱们已经没有优势了。小敏，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卖国？什么卖国呀？啊，话说的也太难听。现在不是战争年代，科学无国界。你懂不懂什么叫合作共赢啊，老古董？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就你们一群只会偷鸡摸狗、威逼利诱的小毛贼，就凭你们也敢谈合作共赢？赵军，回去告诉你背后的主子，我们顾家不稀罕，就算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能成为世界集团。阿皮奶奶说的对，顾家不稀罕。说得好，还真把自己当块宝了啊！你们不合作，有的是人合作。我们走，哥哥。赵总，能得到星链集团的支持，我们江家荣幸之至啊！顾家既然这么不识抬举，就让他知道，米国想让谁赢，谁就能赢。已连接到米国星链资本的关键节点，后量子密码数据稳定，可随时发动网络入侵。对，没错，就是这样。你怎么还有脸过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啊？你们的网络马上就要瘫痪了。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把公司交给我，否则顾家就一无所有。你为什么这么自信？你们的技术已经被米国给破解了，什么狗屁量子密码，通通都是废物。还有什么底牌，尽管出。你都说了是底牌，怎么可能轻易让你拿到呢？你什么意思？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我们的习惯。你拿到的不过是过时的初代密码体系，在初代密码体系完成推广的时候，2代密码体系就已经设计完成，并且3代密码体系也在设计当中。
你吓唬谁呢？啊，这才过了几天呢！我国于今日宣布，将初代后量子密码算法向全球公开，该技术属于全人类。华夏愿推动全球网络安全合作。公开了？哼，这不可能啊！难道真的过时了？我说过了，在这个领域，米国已经不可能超过我们。我放任顾敏盗取技术，不过是为了调出你背后的米国资本。钱院长，现在摧毁这3个节点。圈套，都是圈套！你和林兆平合起伙来骗我，是不是？没有，我没有，老公。你个贱人！顾家从来就没有看得起我过，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真的不知道，老公。不知道是吧？顾家为了我的米国梦，我的米国梦碎了。也别想好过，一切都忘了，米国是一场噩梦。赵军，别杀我！周卫民，对付这种米国间谍，不用我教你怎么做吧？绝不姑息，带走。哎呀，走。不是，阿平奶奶，我错了，你救救我！起来吧。奶奶，爸爸，哥哥，阿凡，我错了，是我错了，我对不起我们顾家，我更对不起国家。你知道错有什么用？今天我就要把你这个不孝女逐出顾家。顾哥，你也太糊涂了。太奶奶神通广大，你要是早点听她老人家的，哪还有那么多事啊？奶奶，我错了，我改，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行了，知错能改，为时不晚。江氏集团因涉嫌多项严重违法行为，已被相关部门彻查，现所有资产均被冻结。完了，这下全完了，林家完了。梦如，你不是说米国资本扶持了江氏集团，让我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江家的股票吗？我联系不上江少，为了买江氏集团的股票，我们把能借的都借了，这下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联系姐姐啊，她现在是顾家的人，她不能见死不救。说得对，生是林家的人，死是林家的鬼。他要是不给，我就要他好看。哎，请问你们找谁？让开！我是林兆平的父亲，我要见我女儿。你们来找我做什么？林兆平，你这个不孝女，帮助顾氏集团打压江家，我们投的钱全没了。你们投了江家，咎由自取，与我无关。姐，你怎么能这样冷漠？我们可是你的家人呢。家人？你曾经抛妻弃女，娶了这个女人，组成了新的家庭，又何必再纠缠？况且我又不是你曾经伤害过的那个女孩子。你，请他们出去。来人，带走。走。
林昭平到底有什么魅力？一个村里长大的臭村姑，竟然能在顾家呼风唤雨。既然他不认我这个父亲，那就别怪我。哼！林昭平同学，我都知道了，钱院长都告诉我了，你可真了不起啊！孟校长，这件事涉及到国家信息安全，不适合公开。知道，但是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啊！你获得了国际数学协会颁发的菲尔兹奖啊！我怎么不知道？那是钱院长帮你提交的评奖材料。你可是咱们国家第一个获得这个大奖的人呢，所以我们学校啊，决定为你举办一个颁奖典礼。感谢各位同学的到来。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一位天才，他荣获了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项。是吧？你快看，马上就要登场了。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林昭平同学。什么？是他？这么年轻？林昭平？听说他还和顾家少爷走得很近。太难了，太厉害了！林昭平？为什么会是他？也好，我看你今天怎么下台。美女校花好像就是林昭平啊！就是他。哎，你看看这个，操，这是什么呀？我还以为林昭平和顾家少爷是一对，没想到勾搭老爷子。你不知道啊，我还撞见他和顾老爷子一块出去呢。我去，3代人通吃，这林昭平口味太重了，有钱人真会玩。林昭平，我们没有你这种不要脸的女儿。为了钱，给顾家3代男人当情妇，你把我们的脸都丢尽了。林昭平，这次我看你怎么反噬。水军再加把劲儿，我要让他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收到。昭平，外面都闹翻天了，要不咱们今天的讲座先取消吧？超凡，清者自清，这个时候保持沉默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小敏刚刚说的没错，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理智。论泼脏水，当年反动派的手段可比你们强多了。林兆平，我是你父亲，哪有父亲往女儿身上泼脏水的？破财免灾，懂不懂这个道理？钱我多的是，给你们这种人做梦。我奉劝你们就此罢手。简直胡闹！竟敢如此污蔑国家功臣！给我查！限你们3分钟之内把所有水军幕后黑手都给我揪出来！是，周局。另外，备车，立刻赶往怀平大学。扶贫同志的清白绝不容许任何人玷污。那是钱院长，中科院的钱院长。
这都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怎么会到我们的学校来？怕什么？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我来为林昭平同学证明，所谓后量子密码算法的成果，就是林昭平同学一个人的功劳。我愿赌上我毕生的成就，证明林昭平同学的清白。我也愿赌上我毕生的成就，证明林昭平同学的清白。这是国家刚刚为林昭平同学颁发的华夏勋章。哇，华夏勋章！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他在乡下生活了18年，怎么会是什么科学家呀？他连大学都没正经读过几天呢！哼，简直是笑话！自己的女儿什么样的人都不清楚，怎么为人父母呢？难道这华夏勋章还有人敢造假？林建国，你涉嫌诽谤、污蔑国家功臣，请跟我们走一趟。不是我，赵明，你快救明白呀！赵明，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赵明，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我相信，真正的林昭平也绝对不会原谅你们这样的父母。你说什么？带走！赵明，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呀！赵明，林梦如，至于对你的处分，学校会自行处理。林昭平同志，这是属于你个人的荣耀。好，我从来不害怕质疑与诽谤，因为我们华夏民族就是在一次次质疑与诽谤中逐渐强大起来的。好，说得好。林妈妈，我们回家。谭奶奶，我决定了。你决定什么了？我决定我要出国深造数学，追随您的脚步。出国去学习学习，开开眼界也好。但你要永远记住，自己的根在哪。奶奶，我想好了，我就留在国内，当一名普通的历史老师，用我的一生去教育后人，不要犯和我一样的错误。你能找到自己的路，很好。林昭平，不是姐姐，我错了，求求你帮帮我！我被学校退学了，爸妈也被抓了起来，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好，我给你一个机会。你不是一直看不起农村，觉得我是在泥地里长大的吗？还要干什么？我会派人送你回农村，让你好好体验一下农民的辛苦。林昭平，你是想毁了我的前途吗？我都已经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我怎么样？你的前途是你自己毁的，也许有一天你会感谢我的。你觉得我今天这身衣服怎么样？就像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可惜啊，当年没能给你一场婚礼。汪叔，有这张照片就够了。太爷太奶奶，前面拍照了。等等，汪叔，你的身体……拍结婚照哪有坐着的？太爷太绝了。我还能站起来。 3、2、1。好了，现在带我去个地方。去哪儿？
当然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战友们。阿平啊，你说他们会不会也来过？他们一定都来过。啊，来过就好，来过就好，来过就好。我说，扶贫同志，你好。